没想到吧，16年前的这个老玩具可以直接带上这一个猫耳发卡，配件这么小一把吉他也能够直接塞到吉他包里面。这就是编号为61的飞姑妈中野紫。是的，这么老的编号呢，是2010年8月份的老东西了。盒子还能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也是不容易。哎，上面没有拆胶带，那就从底下开盒。底下竟然还有说明书，介绍了头是怎么换脸的。中野紫呢是轻音少女里面的角色。盒子里面除了悉数之外呢，有说明书和背景板。哎，说明书后面呢还有3根带子，这是用来绑在吉他和吉他包后面用的。悉数的最底下呢有一个收纳袋，4对替换手型，还有一个指甲地台。说明书和袋子都没有拆封过，没想到这个背胶呢竟然还没干，然后把袋子给它装好再看主体。我寻思10几年前的飞姑妈应该不会给布料配件呀，结果在她右小腿上面竟然有一只对对袜。问了卖家是她自己搞的，忘记拆下来了。不过还挺有意思的。往下呢是对对袜，再往上呢就是长筒袜。不太行，当长筒袜的话太丑了，那就拆下来再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吧。老角色嘛身体比例不太好，可以看到上半身太长，下半身太短。躯干处的制服是软料材质的，没有发粘，但是呢也是沾了不少的脏东西，弄不下来了。就凑合看吧。重量方面是31克，老飞姑妈和老 SHF 一样是偏小的，可以看到比起奥特曼呢矮了这么一头，看来这个身高还是比较适合的。细节方面，飞姑妈的脸型一直是挺稳的，不会不还原。主要是她的头发吧，一如既往的是很肉混糊，细节做的很少。你看看正面头发的末梢呢是钝成什么样子了。2根细长的马尾都是球形挂件连接的，所以说有一定的可动幅度。为了保证可动，这2撮头发呢比起其他地方是偏硬一些，所以说会更脆，玩的时候注意一下。上半身除了露出来的衬衫领子之外呢，就是制服外套。躯干和胳膊的材质不一样，偏软，沾了很多的脏东西。胳膊呢倒还算是干净。蝴蝶结的细节呢是做的很肉的。看关节切割了这么少，肯定就是为了外观妥协了可动嘛。还好躯干处是软料材质，所以说即便肩膀的缝隙这么小呢，它的可动也不会被干涉住。在袖口的底下呢有2个金色的扣子，然后手型呢就是老式的那种带转轴的直装连接嘛。老手型可动更好，但是造型呢是偏大了很多。制服底下呢就是一条淡颜色的小裙子，是前后分件，和上衣一样给到了很肉的褶皱细节。下半身就是光腿中筒袜，加上一双棕色的小皮靴。鞋子的细节就是在脚背处有一条很肉的刻线，然后它的老树体的腿，特别是膝盖处呢是真难看，无论是正面、侧面还是在背面。而关于它腿短的问题，我一开始以为是衣服的问题，它的大腿根呢刚好是在大拇指末端的这个位置，我们来量一下。很明显，它也就是好家伙，腿长还不到身高的一半呢，这就是开模比例的问题。可动方面，低头很小，抬头一般，转动的话没有问题。肩膀平抬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有一定的平转，胳膊肘可以平转，曲轴幅度120度，手上就是那2处的可动。胸腰部前倾后仰的幅度很小，转动的话没有问题。胯部侧低可以超过75度，前踢后踢的话有干涉，只能45度左右。大腿根可以轻微平转，屈膝的幅度是120度，脚腕的左右基底性呢比较一般，脚尖处没有可动。挺意外的，16年过去了，它浑身的关节主筋感呢竟然没有问题，很舒服。配件方面，一对握拳手，一对握持手，2只左手捏琴弦的手型，一只右手的拨片手，再加上一只笔叶的手型。替换脸型呢有一张大张开嘴的表情，一张害羞的表情，一双替换脚给到的是室内鞋的造型，一个猫耳发卡是可以直接卡在头上的，不需要用到替换件，效果可以超出10分甚至9分的可爱。而吉他呢，它的带子是软料材质，直接套在上面的，所以可以转动。吉他包的也一样，它们都是背面高光，正面是消光质感。当然，飞姑妈的配件吧，一直是做的比主体还要肉还要糊，效果不咋地。而吉他包因为现实材料的问题，所以说做成这种质感呢，仿佛更还原一些。不过16年过去了，虽然说塑料没有断，但是它的连接装作为分件是用胶水粘上的，胶水呢竟然不粘了，所以我们还需要重新用胶水给它粘回去。吉他包是打开的状态，我试了一下，是可以直接把吉他塞进去的。想背在背后的话，先把一个胳膊伸进去，另外一个呢再走进去，这样就好。嘿，没有粘好。而背吉他呢也好说，只需要把右胳膊伸起来就可以了。最后给它摆个姿势，还勉强能看。作为16年前的老东西，当时定价呢只有2000多日元，很便宜。但是呢，现在你想要的话，需要翻个倍了。我觉得还算值得入吧。